女人只是在沙漠做了个瑜伽，竟意外被人割掉了脑袋。发现这一情况的玛丽顿时傻眼了。他们参加的是一次秘密医疗实验，为了保密，地点被设置在了埃及的某个沙漠腹地，方圆100里内只有他们10个人，7天后才会有人来接他们。要想保住性命，他们就必须尽快找出隐藏在身边的真凶。好在身为医生的瑞秋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。昨天他们刚来到基地后，由于外面突然刮起了沙尘暴，几个研究员便聚在一起看起了恐怖片。岂料就在剧情进入高潮之际，头顶的窗户上竟突然出现了一只手。Oh my god！ 可现实中哪来的阿飘呢？几个男人立刻拿着枪出门查探起来。那双手的主人还活着，只是因为严重缺水陷入了昏迷。然而项目负责人劳伦却不关心对方的死活，他只想知道男人是怎么找过来的。这个医疗基地的位置极为隐秘，他不相信什么意外，认为肯定是有人将项目泄露了出去。虽然这地方没有信号，而且所有参与者也被收走了通讯设备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基地里还保留了一部卫星电话。劳伦当即将其放进了微波炉。 No one's supposed to know about this place, and a man turns up out of nowhere. You think that's a coincidence? Are you saying someone talked? You're accusing us. 劳伦不希望这次的项目出现任何意外，却没想到意外会先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就在这天半夜，男人从昏迷中醒来，他眼看自己的双手被绑住，还以为遇到了歹徒。就在他拼命挣扎之际，负责看守的大胡子已经走了进来。 Drop it. 男人自称德雷克，表示自己是在乘坐飞机时遇到了沙尘暴，意外坠落在了附近，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。这番话自然无法让人轻易相信。德雷克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，没准他是个商业间谍，特地用这招博取同情，以便潜入基地的呢。但万一德雷克说的是真的，搜救人员肯定会通过飞机黑匣子的定位系统找过来，那医疗项目必然会暴露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他们都得找到那架坠毁的飞机。项目主管艾拉和大胡子顶着沙暴出门了，他们根据德雷克所指的方向，果然在沙暴边缘找到了一架飞机。可就在艾拉拨开窗户上的沙子，准备找一下德雷克所说的行李时，却发现了一张被严重烧伤的脸，似乎正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，其的颈部还残留着一枚信号弹的弹片。艾拉当即认为是德雷克干的，这不是意外，而是一场针对医疗基地的袭击。就在两人拼命往回赶时，德雷克却利用要上厕所的理由，在小黑的监视下走出了屋外。他假装蹲下系起了鞋带，随后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眼神。 Get up. 就在第二天早上，艾拉两人终于用无线电联系上了基地，并告知了德雷克用枪击毙了飞行员的事。得到消息的巴希尔立马赶到了关押室，可里面却并没有看到人影。他拼命在对讲机里呼叫着小黑的名字，然而对方显然已经凶多吉少了。他只好把基地剩下的人都召集起来，分头进行寻找。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德雷克无疑是最大的嫌疑人，而赶回来的艾拉则很快在一个铁箱子里发现了弟弟小黑的尸体。几人当即对基地展开了全面搜索，很快便在地下室找到了德雷克。他拿着小黑的枪拼命解释，表示自己昨晚出去上了个厕所，回来就发现小黑不见了，只有地上还吊着把枪。在不清楚基地众人身份的情况下，他只能躲起来自保。说话间，玛丽突然在楼梯口出现。随着其被重新戴上手铐，艾拉问起了飞行员的死因，德雷克却一问三不知，表示自己醒来时对方就已经死了，周围全是沙漠，他只能想办法自救。至于被割去头颅的劳伦，德雷克更是一头雾水，拼命辩解自己是无辜的。只有瑞秋认为事有蹊跷，要是德雷克真是个杀人魔，这暴露的也太明显了吧。就在他拉着另一位同事出门商量要不要立刻终止项目，派人去总部求援时，帐篷内突然传来一声枪响。 德雷克死了。当瑞秋问到是谁开的枪时，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答复。What is this, a pact of fucking silence? It doesn't matter who. We're in Buttaville. There's no law here. Only justice. 事实上，德雷克的确没有说谎。那天飞机坠落后，飞行员发现舱门被沙子堵住。为了寻找救援，他突发奇想，决定用信号枪射穿玻璃，岂料却错估了玻璃的厚度。 这女人只是将手伸进工具包，却突然感觉一阵剧痛，竟不知是谁往包里放了一只蝎子。看着手上的伤口，艾拉并没有惊慌。虽然她现在身处撒哈拉大沙漠，离最近的医院至少有几百公里，可早在入住基地时，随行的医疗人员便带足了解毒剂。 Oh my god. What's wrong? They're all empty. What? 所有的解毒剂竟全都被人放空了，艾拉顿时笑不出来了。再联想到那只被故意放进包里的蝎子，这显然是早有预谋啊！好在基地有应急方案，只要乘坐外面的直升机，不用1个小时，艾拉便能抵达最近的医院注射解毒剂。可随着直升机的螺旋桨越转越慢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仪表盘上红灯亮起，飞行员皮埃尔赶紧跑下来查看。就在引擎盖被打开后，他顿时感到了深深的绝望。 Some motherfucker snapped the turbine blade. Take the jeep. They keep antidoting Wadi Halfa. 没办法，
虽然距离有点远，可好在根据那只蝎子的品种，艾拉距离毒发理论上还有10个小时的时间。她现在能做的便是尽量冷静，让心率降下来，延缓血液流动，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。可就在大胡子给吉普装满了备用油桶后，玛丽却突然出言提醒，既然那个杀手知道破坏直升机，怎么会想不到他们会开车呢？现在车上8成也被其动了手脚。身为保安队长的大胡子觉得有道理，立即让众人站到屋外，随后亲自上车检查了一番。只是如今时间紧迫，他也只能豁出去了。好在车辆一切正常，大胡子赶紧招呼艾拉坐上车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还将自己的配枪递了过去。就在众人担忧的眼神中，吉普车朝着沙漠边缘驶去。可就在开出去1个小时后，车子没油了。皮埃尔赶紧安慰艾拉不要急，车上准备的汽油足够他们开到美国了。他本想用开玩笑的方式帮对方冷静下来，可就在打开油门准备加油时，油桶里却倒不出一滴的油，里面竟不知何时被人全都换成了沙子。他又接连查看了剩余的油桶，无一例外全都是沙子。皮埃尔明白自己不能慌，坐在前面的艾拉还等着救命呢。他赶紧通过对讲机联系到了基地的大胡子，说明情况后希望对方能开车送点油过来。可那个杀手的准备显然无比充分，基地里哪还有多余的汽油呢？他们如今已被彻底困在了沙漠之中。大胡子无奈地向皮埃尔转达了这一情况，而此时的艾拉反而想通了，既然那杀手这么想要自己的命，那就给他吧。可作为男友的皮埃尔却仍不愿放弃，他从车后取来工具，然后卸下了吉普的轮胎，在空地上燃起了大火，希望能用这种方式吸引救兵的出现。只是他们参与的这次医疗项目极为隐秘，附近根本没有其他人。就在这天傍晚，皮埃尔抱着艾拉的尸体回到了基地，他将怒火发泄到了负责看管工具的莱姆身上。众人急忙将他拉开，谁都不希望看到艾拉的悲剧。可仔细想想，这件事其实每个人都有嫌疑。莱姆没有看好工具包，让人放进了蝎子；医生没有看好药品；大胡子没有看好汽油桶。即便是身为艾拉男友的皮埃尔也一样，毕竟这个基地里就他一个人会开飞机，也只有他对飞机的构造最了解。但事已至此，为了防止出现更多的意外，大胡子决定封锁基地，收缴所有人的通行证，直到7天后下一批物资补给到来，才能跟外界取得联系。可就在这天深夜，仓库里的水竟被人放了个精光。在没有了饮用水后，他们要怎么在沙漠里跟这个杀手待上7天呢？这女孩为了洗澡到底有多拼？即便是在水资源稀缺的撒哈拉沙漠，他们仍向基地申请到了2分钟的洗澡时间。可就在夜深人静之时，却有人偷偷潜入仓库，将饮用水全部放了个干净。距离下次补给还有5天，为了活下去，众人只好征用了女孩们的洗澡水，那是通过收集空调冷凝水产生的，再加上冷冻库里的冰霜以及罐头食品里的水分，勉强可以撑到下次补给到来。可就在发现没法洗澡后，几个参与实验的女孩顿时不干了。每天洗1次澡是负责人艾拉承诺过的，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艾拉已经被潜伏的杀手害死。为了不引起实验者们的恐慌，这条消息并没有公布，但女孩们却不肯罢休，竟直接在参与实验时罢起了功。这次的实验是利用海藻对海水进行净化，从而得到可食用的淡水。每个参与实验的人都能得到10万美元的奖励。为了能让项目顺利完成，关键时刻还是玛丽站了出来，用增加报酬的方式安抚住了实验者们。可身为保安队长的大胡子却坐不住了，他不允许基地出现任何不和谐的声音。实验者中的小胖率先被策反，还供出了带头闹事的英子曾偷偷溜进过实验室。大胡子当即找上了门，要求对英子进行全面搜查。眼看女孩还想用保护隐私的理由进行反抗，他干脆直接掏出了匕首，要么就乖乖配合调查，不然他有理由怀疑英子就是那个隐藏的杀手。随着2人的争吵，身为医生的贾马尔还想当个和事佬，劝说大胡子做人要有底线，岂料对方却指向了墙上的非洲地图。知道为什么非洲国家的边界都是直线，而欧洲却是曲线吗？因为那些曲线是根据山川河流自然界定的，但非洲的直线却是由殖民者画的。所谓的底线对强者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假如英子真是那个杀手，一味的仁慈只会害了所有人。大胡子的一番话说的众人沉默不语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子被拖进了地下室。就在一顿严刑拷打之后，英子终于受不了折磨，说出了实情。她其实是个商业间谍，有人委托她带进来一块 U 盘，只要插进电脑就能有100万美金的酬劳。她也不清楚 U 盘里究竟是什么，只知道一到今晚的12点，里面的程序就会启动。随着英子露出诡异的微笑，基地的防火墙已全面沦陷，谁也不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。可就在他们急得焦头烂额之际，几个实验者却溜出了基地，想要趁着没人看守，偷偷接上水管洗个澡，哪怕只有2分钟也够了。秉持着女士优先的原则，年龄最大的苏珊迅速脱掉衣物，急匆匆地走进了浴室。可就在她打开水龙头之际，一股强大的电流瞬间袭来，那个隐藏在基地的杀手再次挥舞起了屠刀。而下一个又会轮到谁了呢？随着冷库里又多了一具尸体，基地的众人全都陷入了惊恐之中。经过事后调查，是浴室的电线被人动了手脚，电源与冷凝水连接发生的触电。可现在发现也已经晚了。更让玛丽无法接受的是，基地系统被入侵后，电脑屏幕直接弹出了一个勒索软件，
必须在24小时内输入密码，否则实验资料将会被永久删除。可基地现在根本无法跟外界取得联系，上哪去给对方交钱呢？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，实验者们突然开始上吐下泻，同时还发起了高烧。经过医生的诊断，病人体内的白细胞指数飙升，显然是食物中毒了。可他们吃的东西都一样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实验中的那杯海藻水了。然而瑞秋却坚决否认，海水最多就是越喝越渴，不会导致食物中毒。好在基地内的药品没有被损坏，众人决定先把实验者们治好再说。可就在瑞秋返回实验室后，却发现负责看守的霍斯特不见了。他心中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，拿起一把小刀便往屋子深处走去。循着黑暗中的几声咳嗽，瑞秋在冰库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霍斯特，对方竟然也出现了跟实验者们一样的症状。他本以为霍斯特是口渴男人，所以喝了给实验者准备的海藻水，岂料霍斯特却表示自己没那么傻，他喝的是女孩们的洗澡水。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众人赶往了注水池，刚一打开盖子，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扑鼻而来。埃迪拿起铁棍搅拌了一下，随即竟从里面抓出了一个脑袋，正是项目主管劳伦。Oh, Jesus. 与此同时的基地内，霍斯特拒绝了医生的治疗，他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，坚持要自己寻找解毒的方式。医生还有其他病人要照顾，根本没有空管他。从沙漠大百科的书本上，霍斯特很快发现了一种能解百毒的草药。他不顾基地众人的劝阻，向着沙漠深处进发了。可他本就因为食物中毒流失了大量水分，此时一个人进入沙漠简直跟送死无异。好在还没走出多远，他便在不远处发现了一株草药，那花瓣的颜色跟书本上一模一样。他欣喜若狂地跑上前，可刚把嘴凑上去，原来一切都只是他的幻觉。霍斯特看着周围光秃秃的沙漠，突然释怀地笑了。他太累了，不如就在这个地方睡一觉吧，最好永远不要醒来，那样就不用再担心被基地的同伴暗杀了。那个男人只是拿起铁棍在水池里搅了2下，随即竟从里面提起了一个发白的脑袋。难怪这2天喝的水一股子异味。众人强忍住恶心，开始讨论起了谁是凶手。瑞秋把矛头指向了玛丽，因为之前在北极和大海上时，同样都有人被割掉了脑袋，3次发生时对方都在场，说是巧合也太假了吧。玛丽拼命想要辩解，可众人抱着宁杀错不放过的态度，一致决定先把玛丽关起来。她不想束手就擒，却根本不是2个大男人的对手，最终被绑在了太阳能发电板的底座上。这里可是撒哈拉沙漠，没有水和食物的情况下，她基本活不过1个晚上。仅仅过了几个小时，玛丽便被晒得浑身通红，随着体内的水分不断流失，她只能尽量保持不动以节省体力。可更难熬的还是晚上，黑夜中的气温已经达到了0下，她被冻得瑟瑟发抖，只好拿起石头砸向了基地的窗户。然而众人根本没有理会，反而商量起了如何瓜分玛丽的口粮。最后还是瑞秋于心不忍，给玛丽拿了件防寒服。她并不赞成在这种时候动用私刑，但玛丽实在太可疑了。为了众人的安全着想，她偷偷递给了玛丽一罐饮料，然后将其关进了地下室，表示等3天后救援到了再放她出来。至于能不能坚持到那个时候，就要靠对方自己的造化了。玛丽看了眼手机，依旧没有信号，更惨的是电量也已经告急了。好在此时耳边突然传来了蜜蜂的嗡嗡声，有蜜蜂就代表有蜂蜜。他循着声音找到了通风管道，可这么高的距离，他要怎么打开防护网找到蜂巢呢？而与此同时的基地内，被剥夺了洗澡权的女孩们正密谋发动一场叛乱。这么精彩的视频自然要有好的设备观看。最近收拾家把放了很久的苹果14在转转上卖了3500多，而且我还发现转转不止收手机，就连运动相机这种摄影器材，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，一键下单就有小哥上门，通通打包带走，特别方便。总之听我的，想快速回收换钱，放心去转转就对了。英子一马当先，在用手术刀控制了医生后，他们又利用广播将其他人叫到了医务室，然后埋伏在墙角，用陷阱夺走了大胡子身上的武器。有枪的就是老大。英子本想开枪干掉大胡子，报自己被折磨的仇，可同伴们在行动前就达成了共识，在有了自保的能力后，尽量不要杀人。英子只好暂时放下了心中的仇恨，拿起手术刀先收了点利息。可几人却忘了还挺着大肚子的瑞秋，他虽然没什么战斗能力，却对基地的各项设施极为了解，关个电源给其他人提供逃跑机会还是可以的。大胡子的反应极为迅速，趁几人不注意转身就跑，可他的腿毕竟刚受了伤，速度连一个正常人都跑不过，又怎么可能快得过子弹呢？英子终于如愿报了仇，他将基地的众人全部关进了地下室，随后准备好充足的水源，开着车想要离开基地，岂料还没开出多远，只听轰的一声，汽车显然被人动过了手脚，4个人无一幸免，全都化作了一团焦炭。